那我们第三个来说踏板儿，这里就非常的复杂了。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回弹阻尼里最复杂的一个类型踏板儿。踏板儿首先我们要分清楚，如果你的踏板儿是用于跑山的激进跑山，那你去按照街车的那种调节方式回弹阻尼，它没有二次颤动就可以了。这个需求是不需要特别说明的，但大多数骑踏板的朋友都是通勤都市街道需求，所以大多数人是舒适需求啊。即使他可能偶尔的猛给油超个车什么的，这都无所谓，这个去调压缩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的需求是舒适的时候，就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变量。归根结底，区别在于我们改装的这个避震的牌子，它配的弹簧是什么样的，就会导致我们在体感上和调节程度上产生巨大的差别。分别是什么呢？首先有两类，市面上的所有车型的弹簧等距式如图所示。第二种呢是渐进式，就是我这里写的渐进式弹簧，如图所示，它的上面每一个螺纹的间距要小，随着从上到下，我这个间距是逐渐变大的。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第二类呢叫两段式弹簧，它没有渐进式弹簧那种由密到疏的这个过渡，它是直接一段是比较密的，剩下一段是比较疏的弹簧，这叫两段式。在踏板上应用最多的就是渐进式和两段式弹簧，因为弹簧造型的不同，就会导致我们的体感呀，导致我们的阻尼的设定会有截然不同的调节方式。大家从图中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渐进式弹簧我写了硬和软，我这里代表的就是弹簧的硬度，或者你可以理解为磅数。通俗上来说 ，OK， 我这个弹簧是定重了，所以它会有硬的弹簧和软的弹簧。两段式的弹簧呢，分为密的比较多，如图所示，它这个离得比较近的这一部分的弹簧，整个的长度占比比较大。这叫密的比较多，然后第二种呢叫密的是比较少，顾名思义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挨着比较近的这个螺纹在一起，那可能它不是太软。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密的这一头是软，离得远的疏的这一头是硬，所以密的越多，代表这个弹簧在密的这个部分它很软；密的少，那么代表这个弹簧在这个离得近的这个部分它不是太软，但也比离得疏的这个地方要软，懂吧？所以基于此，我们改装的牌子的弹簧，每一家的弹簧造型都不一样，然后软硬度也会不一样，所以这部分就会给我们踏板的调节带来非常多的变量。那么今天我们依旧强调的是踏板里边的回弹应该如何调。那么以后中级课程或者高级课程就会讲到踏板车型在不同的状态下我们应该如何调。今天就只说回弹，我们逐一来讲啊，依旧分前避震跟后避震。当我的弹簧是渐进式的弹簧，它比较硬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硬的弹簧它弹回来的这个欲望就越大。即使我的预载非常的少，我没让弹簧压缩多少，但它想弹回来，因为你人一上去之后它是被压缩的，所以它想弹回来的这个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它比较硬。另外呢，因为踏板车型的造型问题，我们人是坐在座筒上的，手扶着车把，我们大部分的重心是偏后的，所以我们的屁股感受路面的震动跳动要比手更明显，这个是大前提。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会儿我们说的时候，我前避震的这些设定都要比后避震要快一点点，就是要软一点点，这就是因为坐姿的问题。我们来说渐进式弹簧，当我弹簧比较硬的时候，我怎么调？前面需要的就是回弹没有二次颤动，然后甚至我可以再慢一点，让车把不那么弹手，因为弹簧比较硬，它想要弹回来的欲望非常强烈。如果我的阻尼不够大的话，那我们过减速带呀，过一些颠簸路段的时候，它手把会弹得非常的快，因为弹簧很硬，原因是这个。另外插播一句，就是所有的踏板车型都不可以完美过滤掉非常高的减速带，因为它的行程不够长。所以踏板我们追寻的是路面的接缝啊、井盖啊，一些比较矮的类似这样的这种小坑洼呀，大部分是可以解决掉的，但如果稍微高一点的这种减速带是不可以的。言归正传，所以我前面的回弹速度要稍微慢一点，防止弹手。同理，我后面后避震的这个回弹速度也要慢一点，这里我写的是-2到-1，大家可以看到后边的回弹速度我要比前面慢，对吧？这是回弹速度线要比它慢，代表的就是我需要让后避震的回弹速度慢一些，以防止我的屁股在过一些颠簸路段的时候觉得弹我。但这里有一个注意的点，
如果我调的非常的慢，比如说我调到假设啊，我调到-3或者-4这种很缓慢的回弹速度，当你路过一个角颠簸的时候，有可能你会觉得后轮离地了，然后也就是后轮有一瞬间跟地面离开了，但这个时候因为回弹速度超级慢，你车起来了，回弹没有把轮胎压下去，轮胎就悬空了。哎，这个是原理，这个我们不是太推荐，所以在你屁股能接受的程度下，我可以让后避震的回弹速度稍稍慢一点点，但不要太慢，导致后轮腾空，那样不好。所以在你后轮不腾空或者轻微腾空与你的屁股舒适感这两项之间做一个取舍，让你自己觉得还行，能接受就可以了。手把这边前避震，我就可以比后边速度稍微要快一点，这样的话我不会觉得很硬、很震手。但同时，因为弹簧比较硬，我需要稍稍的慢一点点，哎，让手不会弹这么高。OK， 这是大概的渐进式弹簧。当弹簧比较硬的时候，我的前后避震的回弹速度应该如何调？反之，有硬弹簧就一定有软弹簧。软弹簧大家可以看到，我前后避震的数值就与硬的有明显的区别。